各位觀眾好，有些歷史是寫在檔案裡，有些歷史是刻在紀念碑上，可是還有一些歷史只能藏在一個孩子的記憶裡，藏在父親冰涼的手掌中，藏在深夜不敢入睡的恐懼裡。今天我要講的不是一位將軍，也不是一位政治人物，而是一位普通父親的故事。他受過良好教育，做過律師和醫生，會吹笛子、拉二胡，也會在院子裡扎一隻雞毛掸子逗貓。可是在1966年以後，這個溫和了一生的人卻被掛上了反動學術權威大漢奸的牌子，被推上汽車，面對黑壓壓的人群。這段記憶來自一位移居日本的滿洲人張實先生。張先生曾任日本東京大學客座研究員、教授，也是一位作家。今天我們透過他的回憶去看一個家庭如何從安穩走向恐懼，去看一位父親如何在屈辱中為4個孩子堅持活下去。這是一個從孤兒到律師，一個父親的前半生和後半生。張實先生的父親生於1916年，家族曾經顯赫，他的祖上做過大清國4品鹽官，曾祖父後來到黑龍江邊遠地區置辦土地，成為當地的大地主。按照家族流傳的說法，當年東北土地遼闊，一些官員和富戶以跑馬占荒的方式圈定荒地，也就是說，當年的大清國開放滿洲，你可以跑馬去占領這些荒地，而不需要任何費用。然而，家世並沒有給這個孩子帶來完整的童年。他3歲失去了母親，5歲又失去了父親，只能和哥哥跟隨曾祖母生活。一個老人帶着2個年幼的孫子，在地方勢力面前自然容易受欺負。但這位曾祖母並不軟弱，她敢於打官司，而且打贏了。根據家族傳說，還爭回了2條街的產業，靠着這些財產把2個孩子撫養成人。後來張先生的父親進入了滿洲國時期的日本技術學校，練就了一口近乎母語水平的日語。他一邊工作一邊讀書，進入新京政法大學。在校期間，他不僅學業出色，體育和文藝也都十分突出。100米賽跑還拿過學校冠軍，文藝演出時還經常反串女角。大學畢業後，他成為一名律師。張先生的母親當時在滿洲映畫株式會社工作，這家公司後來成為了長春電影制片廠。公司裡一位日本老人很照顧他，還掌握了一種被稱為水蒸熱電療的理療技術。日本老人告訴他，學會這門技術，將來可以開設診所。張先生的母親回答說，那你就交給我先生吧。就這樣，張先生的父親又學會了理療技術。國民黨進入滿洲統治時期很短，但他在那個期間開辦了電療院，以此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中共軍隊進入滿洲，殖民滿洲之後，後來就實行了公私合營，電療院被併入市裡的一家醫院，他也就成為了醫院的科主任。張實先生出生時，家裡已經有了3個孩子，他是最小的，上面有2個姐姐和1個哥哥。那是這個家庭難得的一段安詳歲月。張先生的父親溫和，從不打罵孩子，也幾乎沒有同人爭吵過。他會多種樂器，閒下來時就吹笛子、拉二胡，或者同鄰居下棋。有時他會扎一隻雞毛掸子逗家裡的公貓，
看着貓在房間裡上竄下跳，孩子們就在一旁笑成一團。他們住在一套日式別墅裡，前院有一架葡萄，還有幾棵果樹。葡萄成熟時，母親會把一串串葡萄包好，送給左鄰右舍。東北的冬天寒冷，他父親擔心葡萄藤被凍壞，便讓孩子們掃來落葉，蓋在藤蔓上，再培上一層土，讓葡萄藤安靜地冬眠。有時，張先生的父親坐在竹椅上吹起笛子，清亮的笛聲穿過葡萄架，紅蜻蜓在藍天下飛過，陽光落在院子裡。對一個孩子來說，那也許是幸福最具體的樣子。張先生的父親經常出差，每次回來都會帶回玩具、水果和乾果。父親歸來的那一天，就是兄弟姐妹的節日。張時經常牽着姐姐的手，早早跑到胡同口去等待。那時的他不知道，多年以後，他最懷念的並不是父親帶回來的禮物，而是那個能夠安心等待父親回家的自己。196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到來，以他父親的經歷，要給他安上罪名實在是太容易了。他受過滿洲國時期的教育，讀過法政大學，做過律師，又掌握醫學技術，任何一段人生經歷都可能被重新解釋為罪證。而他父親又精通日語，接受過日本學校的教育，作為日本間諜特務的可能性，那幾乎是100%。張先生的父親敏銳感覺到災禍即將來臨，恰好當時有一家3線醫院需要他去維修機器，他便借出差之名在那裡躲了幾個月。所謂3線建設，就是中國政府自1964年為備戰需要而在中西部多個省區推進的國防、科技和工業建設，目標是防止蘇聯打入中國。可是躲得過初一，躲不過15。回到市裡的醫院後，他的父親接到了造反派通知，要他去陪斗。所謂的陪斗，就是在批斗大會上，他雖然不是主要對象，但仍要站在台上，作為被羞辱、被震懾的配角。對於今天的人來說，陪斗也許只是2個字，但對於當時的張先生父親來說，卻可能意味着拳打腳踢、人格侮辱，甚至生死難料。這個從小失去父親、內心敏感而脆弱的人，恐懼到了極點。他想出一個並不高明，卻是當時唯一能夠想到的辦法，喝下了許多酒，倒在地上，希望借醉酒躲過這一關。那天家裡只有張先生的小姐姐正在和後院玩耍的張先生。突然他聽見姐姐凄厲的呼喊，等他跑回屋裡，只見父親已經倒在地上。姐弟2人趕緊找回在附近幼兒園工作的母親，又把住在附近的舅舅叫來。母親和舅舅反覆詢問，才知道父親接到了陪斗通知。舅舅帶着年幼的張时去找造反派請假。張时已經記不得那些人說了什麼，只記得請假似乎被允許了。舅舅回來安慰父親，父親也逐漸平靜下來。但沒過多久，突然傳來一陣嘈雜，一隊舉着大牌子的造反派闖進家中。聞到滿屋酒氣後，他們更加憤怒，高喊口號，把張先生的父親從床上揪下來，給他掛上寫有反動學術權威大漢奸等罪名的牌子，不由分說拖出家門。張先生尚未成年的哥哥和大姐一左一右搀扶着搖搖晃晃的父親，在人群的推搡和呵斥中，他們一路走向批鬥會現場。
父親被押上汽車，車下是黑壓壓的人群，是一只只揮動的手臂，是此起彼伏的口號。站在車上，他低頭望去，也許已經分不清楚下面究竟是人群，是深淵，還是地獄。脖子上那塊寫滿侮辱的牌子幾乎壓碎了他最後的尊嚴。就在那一刻，他的父親一頭從車上栽了下去，眼前只剩一片黑暗。從此以後，張先生的父親成了背負一連串罪名的黑幫，每天早晚他都要請罪，還要接受勞動改造，承受无休止的虐待與羞辱。那段時間，自殺的人很多。每當聽說附近又有人尋短見，張石和小姐姐都會戰戰兢兢地跑去打聽。他們並不是好奇，只是害怕那個人就是他們的父親。有一次，一個小朋友執意要張石陪他去他父親工作的醫院。一路上，那個孩子不斷做出各種奇怪誇張的動作。張石起初不明白，直到走到醫院的宣傳畫廊前，他才看見牆上那些醜化他父親的漫畫。他終於明白，那個孩子一路模仿的正是漫畫中被歪曲、被羞辱的父親。那一刻，他第一次真正看見父親每天面對的究竟是什麼。那些漫畫不只羞辱了父親，也在一個孩子的心裡留下了終生難以愈合的傷口。張先生的父親一生幾乎沒有打過孩子，可是有一天，胡同裡的孩子照着大字報數落他父親的所謂罪狀，年幼的張石忍不住同他們對罵了起來。回到家，父親真的生氣了，他拿筷子輕輕打了一下張石的頭。張石沒有哭，可是父親轉過身卻自己哭了起來。那是張石第一次看見他父親流淚。他後來偷偷地給父親寫了一張紙條：原諒我，爸爸。仔細想起來，我太幼稚了。張先生的父親為什麼哭？也許是因為孩子同別人爭吵，也許是因為他害怕自己孩子受到牽連，也許是因為一個父親突然發現自己承受的屈辱已經不可避免地壓到了孩子的身上。那一雙筷子打在孩子頭上，真正痛的卻是父親自己。張石先生說，他的父親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強者，他從小失去父母，內心敏感，許多打擊都可能摧毀他。在極端的痛苦中，死亡有時看起來像是一種解脫。當生命結束，暴力和羞辱似乎也就失去了作用。可是這位看起來軟弱的父親最終還是活了下來。他不是因為不痛，也不是因為不怕，而是因為他知道家裡還有4個沒有長大的孩子，他們需要父親。再深的痛苦他也必須忍受，再沉重的壓迫他也必須要扛住。每天傍晚，他帶着一身疲憊與羞辱回到家中，第二天天亮，又帶着恐懼和悲哀走出家門。張石教授雖然還是一個孩子，但卻已經能夠感受到父親的處境。張先生父親每次回家時，仍會苦笑着牽起他的手，無論那只手是溫暖還是冰涼，都有一種悲哀卻細膩的愛傳到孩子們的心裡。張石因此相信，父親一定會活下去，不是因為他足夠堅強，而是因為他足夠深愛自己的孩子。一個人不害怕，未必就是勇敢。明明已經恐懼到了極點，明明每天都在想逃離，卻依然為家人一次次走出家門，
這也許才是父親真正的勇敢。父親去世以後，歷史依然存留在孩子身上。文革結束後，張先生的父親恢復了原來的工作，他重新鑽研醫學技術，也繼續為病人服務。然而，長期迫害留下的創傷和病痛並沒有真正的離開他。就在他準備重新開始生活時，他卻因文革時期積累下的疾病去世了。後來，張石先生繼續求學，前往日本，成為了著名的學者和作家，寫下了許多著作。但無論走得多遠，他父親的遭遇都在他心中留下了無法抹去的陰影。他曾說自己並非一個反共人士，對滿洲國的歷史了解也並不十分充分，但是他的父母是在滿洲國時代成長起來的人，他們懷念那個時代，因為在他們的個人記憶中，那是生活安穩、家庭有尊嚴的歲月。相反，後來發生在中國政治運動中的迫害，留給這個家庭的卻是恐懼、屈辱和失去親人的痛苦。這是一種個人記憶，個人記憶當然不能代替歷史全部，卻也不應該被宏大敘事抹去，因為所謂的歷史從來不只是制度、戰爭和數字，歷史也是一個孩子站在胡同口等待父親，也是姐弟二人聽到有人自殺後顫抖着去確認死者的身份，更是一位父親明明已經瀕臨崩潰，卻因為4個孩子需要他，依然決定痛苦地活下去。我想請大家不要忘記這位父親的悲哀。張石先生後來寫道，也許不只是他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位支撐自己人生的父親，無論他們是生是死，都曾經是我們的岸。父親的手臂也許強壯，也許羸弱，可是在支撐孩子的時候，他們總會竭盡全力。許多時候，我們還沒有得及看清那雙手的顫抖，還沒有得及看見父親藏起來的眼淚，就已經長大了，遠行，甚至不及回頭。所以，我們不應該忘記父親的悲傷，我們也不應該忘記任何政治運動，任何宏大口號，一旦奪走普通人的尊嚴，逼迫父親在孩子面前低頭，讓孩子們以恐懼等待着父親回家，那麼他留下的傷害就絕不會隨着運動結束而消失，他會進入一個家庭的記憶，並且延續許多年。對張石教授一家而言，滿洲國不只是一個歷史名詞，而是父親記憶中曾經擁有過的安穩生活。文革也不只是書本上的年代，而是他父親脖子上的牌子，是醫院牆上的漫畫，是那只牽着孩子時而溫暖時而冰涼的手。這就是一位滿洲人的家族記憶，也是一位兒子寫給父親的遲到的紀念。各位觀眾，今天的節目就講到這裡，感謝你的收看，下期節目我們再見。